比较快呀，8年就是了2分钟就快呀。我叫做姚尚德，就是刚才在你们身边绕来绕去、转来转去，你们可能觉得有点有趣、新奇、惊恐，可能令你有点尴尬的默剧表演者。我现在卸了妆，用这个其实我不太擅长与人面对的这个脸孔，站在你们的面前。我想要先跟你们聊聊有关于我的创作。我2006年从法国学完表演回来之后呢，其实就一直在小剧场里面做演出。刚开始我的表演的创作啊，很多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谈论我自己。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，我做了一部戏，叫做《孩子》。这个戏呢，是我其实是重新回到童年时候遭受性侵害的一个伤痛回忆里。那我试着在这一个创作里面呢，跟自己做了一段对话。有一天演出结束之后呢，一个观众，他大概是个大学生，一个男生，他走过来，他问我说：“尚德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”然后他在我的耳边轻轻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谢谢你，你也讲出了我的故事。”就那一刻，突然间我觉得，好像我以前一直在自我沉溺的那种情绪里面，突然间，我喘了一大口气，抬头起来，看到原来在这个社会上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人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产生了一种渴望，一直想要去听听别人的故事，看看人家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进行。那我就开始走出了剧场，走到了人群里面，也慢慢的走进自我与社会的一种关系当中。去年我通过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，我到中国大陆走了20几个城镇。今年呢，在台湾跟着2个伙伴，走访了台湾很多小角落。今天我想要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跟你们谈谈这2年的出走旅途中，我自己的一些感想还有反省。这个是在四川成都少数几个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市集。
我很喜欢在传统市场里面表演，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常常带我到菜市场里面去买菜，然后对于菜市场里面那种独特的气味，还有人群之间就算是喧嚣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力，其实是很让我感动的。那在这样子的场合表演呢，我会很喜欢去挑战跟观众的距离。有时候刚开始不是这么容易，你们看这个大哥其实是被吓到了。但是呢，慢慢的，你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让他了解你，有时候你会激发出他的笑容来。你看他的嘴角有没有慢慢的变化？慢慢的变化。而有时候，你激发出来的不只是他们的笑容，还有可能是他们强烈的表演欲。太嗨了。那，这个是在南京街头一个为了筹措医药费，然后他在那边弹琴卖艺的大哥。我跟一个南京的朋友经过的时候，观察了一下他，其实路人就走来走去的，根本不会有人围观听他在干嘛，也当然不会有人投钱给他。于是呢，我就灵机一动，画了个脸，想说跟大哥来个互动。那可能是因为画上这个脸谱比较新奇的关系，慢慢的就吸引人潮来，然后慢慢就有人投钱。我回来台湾几个月之后呢，我的南京朋友有一天传来了一张照片给我，他说关于这个大哥的最新动态，然后照片的标题写着“姚尚德，你看你干了什么好事？”我干了什么好事呢？你知道，有时候在旅途当中，你会不经意的激发一些人，而有些人呢，他甚至做得比你更好，画得太好了吧？那在我中国大陆的整个巡回的过程里面呢，其实对我来讲，表演跟玩耍其实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。比如说我在云南大理城外的一个街区里面表演，那个地方可能因为青年人口外移很严重，所以多半是剩下一些老人跟小孩。我在巷子跟巷子之间穿梭表演，突然间发现后面其实有一大群的小孩子，大概10几个小孩子跟着我，可是他们永远跟我保持一个距离。每当我转身想要跟他们互动的时候，小朋友就一哄而散不见了。可是他们在下一个巷子口又会成群结队的出现。那因为我那时候表演的时候其实是夏天，刚好那一天又忘了带水喝，所以表演到一半其实非常的累，于是就坐在路边。那这群小朋友里面呢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就慢慢走近我，她看了看我脸上的妆，然后看我很口渴的样子，她说：“哥哥，你是不是口渴啊？要不要帮你找点水？”觉得非常的感动，然后她又继续看着我的脸，我想说怎么还不赶快去找水？然后她又看看我的脸说：“哥哥，你画这个是防晒的吗？”说：“好现代的观念哦。”这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小女孩出声了，她说：“才不是呢，她这个是唱戏的，很有艺文的 sense。”这时候，另外一个小男生突然大叫：“这个是鬼啦，他是鬼，好恐怖哦！大白天出现鬼喽！”于是全部的小朋友跟着他：“鬼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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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”就一哄而散，又跑走了。于是我就看着我的水，慢慢的消失在镜头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。这个脸谱呢，有时候会吓到人，可是有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些正面的回应。我在上海黄埔剧场外面表演的时候，有一个80几岁的老婆婆，她在旁边看着我，然后慢慢的走近我，她看看我的脸，她说：“啊，我知道这个叫做哑剧，就是默剧的意思。我已经20几年没有在上海看到了。”你知道，听到这句话，我心中非常的澎湃，感觉好像是千里觅得一个知音一样。然后也因为婆婆的这段话呢，让我更有动机，想要带着这个脸谱接下来的旅程，然后带着她能够走多远走多远，去跟更多不同的人见面，用表演的方式去跟更多的人可能碰撞出更真实的火花。那我今年呢，其实把这个默剧出走的计划延伸回来台湾。我们去了蛮多的地方，那因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所以感受格外的不同。我自己把这一趟旅程定义成一个
打破自我的旅程，它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当中，到我现在37岁，37年来蛮难得的一个学习之旅。这是在台东的大鸟部落。你们知道，在表演默剧的时候，通常都有一个基本的常理，比如说，如果手上拿着一颗球是这个样子，我丢出去，回来，基本上我还是维持这个球的样子，不太可能，除非你要为了做梗，不太可能丢出去，不太可能会变成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这一群小孩子，他完完全全打破了我的默剧的逻辑。我呢，在一个草地上面种西瓜，好不容易种出了一个西瓜，拿起来的时候呢，小孩子就在我的双手之间弄手挥舞，说根本什么都没有。我拿出一朵花要送给他的时候，他说根本都是空气。然后呢，我转向另外一片草地，想要去寻找另外一群观众的时候，这群小孩子就突然间奔上来，然后不断的一直对我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我不管做什么动作，他们就一直。其实那一天我有点沮丧，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应对这些小孩子。然后后来结束之后，我很好奇，去问了其中一个小朋友说：“为什么你刚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？”结果其中一个小孩子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们是蛇族，这是我们的土地，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，就在我们的土地上乱种东西，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不尊重。”是啊，我们这次跑了很多的偏乡小学，到了原住民部落，还有甚至在城市里面的一些独特议题的区域，我们发现其实尊重这2个字其实是大家，包括我们自己都常常忽略的。那一个排湾族的小朋友呢，他用一个这么直接的行动，给我一记当头棒喝的教训。其实对我来讲是，哇，比好多的课程都还要有用。那除了他们之外呢，这个在新竹推广自然农法的武龙老师，他同样也用行动教导了我。有一天我们在新竹街头表演的时候呢，武龙老师他来探班，基本上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师。然后他看我在化妆，化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不然我也来表演一下好了。”想说，当然求之不得啊，赶快帮他化妆。对不起，赶快帮他化妆，怕他那个等一下后悔这样子。然后化完妆之后，武龙老师他不知道要干嘛，所以我就说：“老师，你是一个农夫，那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在这条街道上，新竹琼林的街道上种满所有的植物。”于是呢，他就开始在柏油路上，在那个变电箱，在公车站牌，甚至在行人的身上种下了很多无数隐形的种子。那因为老师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农夫嘛，我看他老师种的这个西瓜未免太肥美了，于是我就起了坏心眼，想要去偷老师的瓜。于是我们2个在这样你争我夺的过程当中呢，武龙老师突然间慢下所有的动作，他把手上那个非常肥美的瓜捧在手心，慢慢的蹲坐下来，然后他从空中拿起一把隐形的刀子，学得非常快。他把剖了一半的西瓜送给我吃。你知道这突然来的转折，我看着这个隐形的西瓜，心里想：哇，分享的力量好强大哦！而且分享有一种很宁静的喜悦，是比刚才我们在你争我夺还要来的巨大的多。那关于分享呢，我在台南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经验。在台南呢，透过这个朋友美红的介绍，我到了台南明德外治监狱去跟受刑人有一场即兴的对话，这样子。那因为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所以我就开始在大哥的面前近距离接触，开始表演，然后去试探他们，在他们面前模仿。结果整个表演完之后的 Q&A 呢，有一个大哥他举手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说什么？你在外面表演的时候模仿别人，你有没有考虑到被你模仿人的感受？
那大哥，你刚才的感觉是什么？我非常想要打你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天哪，会不会又是一个不尊重的事情发生了？可是在这时候呢，这个大哥他转了一种语气，很像一个哲学家，他悠悠地说：“我从你的表演里面就看到像一面镜子，你表演出我自己不愿意面对的那一个部分。”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，我还一直在验证当中。可是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流跟对谈，其实是在整趟旅程当中对我来讲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整个旅程结束之后回来，有朋友问我说：“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其实对我来讲，我不是一个具有高度梦想的人，尤其梦想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被高谈阔论了。我反而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一种比梦想还要更吸引人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在自身之外的思考还有行动。尽管这种行动呢非常微小，尽管他们身边呢没有人去鼓掌喝彩，可是身为一个表演者的我呢，在每一次我们谢幕时观众的掌声之中，我自己失去了什么东西？在剧场里，世界跟社会会不会变成只是一种讨论的概念，而不是一个实际真实行动的发生？当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行动变成一种标语口号，或者在脸书上转 po 文章按赞的次数，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近还是远？默剧出走其实会一直进行下去，那这是我自己把表演转化成行动的第一步。那我相信我会继续走下去。谢谢你们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。